你根本分辨不出真人实拍和 AI 生成，你不得不面对它自己是一个新的物种了。那全世界也不会只有奈飞、迪士尼加 HBO， 中国最顶级的导演已经在介入了，而这件事儿中国是最快的。海量的内容像批发一样被做了出来，做出来了怎么变现？谁看？在哪看？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它还仅仅只是冰山一角。随着 C-2.0 今年的出现，以及写实部分的越来越接近和实拍越来越接近，今年我们已经现在服务的传统影视娱乐业的导演们、影视公司们、电影剧集，已经目前我们服务了超过50个剧组了，他们陆陆续续在接受全程的用 AI， 从筹备期到拍摄期到后期的全程降本增效，你就会发现真正的 AI 今年上半年的关键词，对于传统影视业来说叫进入、叫接纳、叫开始实现应用。那现在比如说下个月即将开机的像陈思诚的《唐探》，这个月申奥的新片，大家尽可能全面的接受 AI 的使用了。所以当这些电影今天或这个月开机或7月份开机的电影，到今年下半年完成制作的电影 4K 以及影院这个级别的画面已经是可以实现了的。那这个实现意味着传统影视大幅度的降本的事儿、提效的事儿是已经在发生了。对于传统影视行业，它其实就叫进入了生产力的变化阶段了。今天你会发现中国最顶级的导演们已经在介入了，而这件事儿中国是最快的，肯定是比好莱坞快。IDEO 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真正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娱乐影像时代，因为现在所谓 deepfake 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。就是你根本分辨不出真人实拍和 AI 生成 ，AI 生成的能力越来越强，你不得不面对它自己是一个新的物种了。那最终会落到一件事儿，就是奈飞不会只有一家，会有 Disney Plus， 对吧？中国的流媒体也不会只有一个爱奇艺，会有优酷，会有腾讯。大家会进入 IDEO 时代以后，只不过中国就不会再只有3家或者4家，中国可能有40家。那全世界也不会只有奈飞、迪士尼加 HBO， 可能全世界有100家、1000家。我从平台角度来看，我觉得讨论最多的应该叫做发行啊，因为前2年大家还在讨论生产问题，就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出来啊，产能够不够？现在明显就确定了，产能是完全够的，生产不是问题。海量的内容像批发一样被做了出来，那大家现在又会到另外一个困境，做出来了怎么变现？谁看？在哪看啊？付多少钱看？我有没有 IP 价值？还是看完就被人丢掉了？所以你看，你像 Netflix， 其实它最大的优势是全球有3亿的用户啊，它的发行通道是非常广的，各个语言、各个国家、各个文化它都可以去做到。那么，当我们在产能上不去担心的时候，那后面就是看谁真正能从分发的角度，能够让这些内容更好的去接触到消费者。注意力是有限的，筛选出来优质的、他们喜欢的、更符合他们口味的，甚至是新鲜的、有创想的东西内容来去看啊，这个我觉得是重要的事情。我出来自己创业，我觉得2个契机吧，或者2个窗口已经到了。第一个就是 AIGC 的大模型和它的整个的工作产能，真的是能够到了一个从能用到一个可商业化的程度啊，大家会愿意为它付费，这就证明了这套商业逻辑是通的。第二个就是我看到了很多这些 AI 内容的跨国界的机会，就以前的影视内容，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它并不是一个全球产业，各个地方做各个地方的。当然，除了好莱坞可能能够输送到全世界，但是你像宝莱坞、印度的剧，它可能就自己看。AI 的时代到来了，会打破一个大的问题，就是一个生产制作问题。那么你现在看，现在很多在北美去上的一些 AI 的短剧，狼人的呀、希腊神话的，其实都是中国人做出来的。所以这就是形成了。它既可以用到在中国的一个生产能力，调用其他国家的这些语言文化，最后产生出来服务某一个特定地区的一个产品。我总结的3个字的话，应该叫确定性。尤其是从Solo 2到C-2.0出来之后，我觉得在这个之前有个很核心的一个玩法叫什么？叫抽卡，因为我没办法去保证最终生成的质量是符合用户预期的。几乎所有产品的话都是这么一个设计方法。然后到了今天的时候呢，就是当模型的能力提升上来之后，我们可以给用户交付的结果具有很强的一个确定性。如果说我们做 AI 生成视频的工具，它只是一个套壳的 API 调用它其实本身来讲的话是没有任何壁垒的。这也是为什么的话，就是要把我们的产品从原来的话一个纯粹的 AI 视频创作工具，升级成我们叫 AI Team 这个核心产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把我们过去使用模型，然后
使用工具做视频这个能力，然后不断的去沉淀，它像一个团队一样的，能够去持续稳定的去为我们的用户去交付结果。AI 影视这个行业最大的机会的话，可能在 AI 内容团队本地化。我们要的是一个团队化的能力，就是不管是做影视还是做 AI 工具，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靠一个人单个能力的话是很难服务，所以它一定需要一个团队。对我们做工具的产品来说，其实最难的是做服务啊，不是做产品。CDANS 2.0的这个月收益达到10亿，那这个问题我是怎么看？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。那么我认为可能它还仅仅只是冰山一角，市场其实逐渐的开始在往这个精品 AIV 的方向再去产生这种新的需求。那么像我们 Face Dragon 呢是做了全球第一部进入到院线的这个电影《正一扫》。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在未来这种 AI 做的影片，包括这种长剧、电影，包括甚至纪录片等等等等，会越来越多。工具的消耗量其实都还远远都没有达到最高峰，还有非常大的一个爬升的空间。再讲点务虚的东西，我认为现在其实 AI 的工具呢，它第一个呢是对于包括传统行业来讲，它是一个降本增效。但是我想谈第二个方面，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，或者说是对于非科班出身的人来讲，我觉得是第一次给了他们可以试试的机会。那么包括像最近的几个例子，比方说像那个丧尸清道夫，就是一个云南的这样一个小哥，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视频。那么我认为说现在 AI 的这个是给了大家更多的一个去尝试的机会。全球的内容生产的行业吧，其实大家都在等待下一部Toy Story， 就是这个皮克斯的玩具总动员。因为皮克斯的玩具总动员是真正的第一部算是全 CGI 跑通的一个被人记住的一个好的作品。所以说我认为目前 AI 的视频生产这个领域，大家都在等待下一部这个可以被记住的一个非常好的作品，而且它一定是一个长片，一定是一个完整的叙事。我认为还是内容，或者说您可以说是 IP， 我认为这个永远是打动我们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点。